新婚小俩口刚过门，洞房花烛夜未中就急匆匆赶到婆家，因为婆婆明儿就过寿了，新媳妇想给婆婆留个深刻好印象，看见婆婆在洗哈密瓜，便急着要接手，还催婆婆歇着去。婆婆倒也随和，就真的走了。可这哈密瓜却让媳妇有点手足无措，机智的上网搜了切哈密瓜的方法，10分钟不到，一盘水果艺术品就摆好。水果一放下，他们一声不吭，反倒显得这是新媳妇应该做的。忽见儿子困顿模样，婆婆催他快去睡，儿子拿一溜烟往房里去了。新媳妇也想起身，却被婆婆叫住，还要她多陪会儿。为了让婆婆高兴，她只得压着困意。眼看老公走了，心里那个盼望着被叫去睡觉，但呼唤并未来。这会儿已是晚上10点半，婆婆还在那夸儿子好，嘴上硬撑着说不累，手却在腿上揉，就这么被婆婆夸了整整1小时。结果刚合眼没多久就得起，媳妇被闹钟吵醒。今天婆婆生日，她想给婆婆做顿美味，便催老公一起下厨。老公口头上答应快起，身子却纹丝不动。无奈她只得孤身走向厨房，按小姑的指点，备的都是婆婆爱吃的，尤其是那海带汤。1个多小时过去，丰盛早饭摆好了。这时公公起床，新媳妇见状，忙不迭给公公倒水去。不一会儿，小姑也起床，瞧见嫂子忙里忙外，还故作关心地说自己应该帮忙，结果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，她只好笑着说没关系。这时婆婆打着哈欠起床了，一看满桌的早餐，对儿媳赞不绝口，甚至录了视频发朋友圈炫耀。搞笑的是，最后一个睡眼惺忪的是她老公。终于全家人都聚齐了，媳妇忍不住目瞪口呆，因为发现小姑子喝海带汤的那副神态，然后就是大家聊天的时间，可聊的全是媳妇听不懂的东西，甚至没人主动和她聊上几句。她试图加入讨论，结果却连一句话都插不进去，仿佛她透明一般，连老公都不理她。想吃边上的菜，也没人帮她推一推盘子或夹一下。吃到一半，她又得站起来去准备水果，而其他人还在吃着聊着，完全不打算帮忙。这时候妈妈的短信也来了，叮嘱她在婆家多帮忙些，别总贪睡。水果上桌后，大伙儿把吃完的碗筷往她位置一放，水果还没动呢，婆婆已经喊她去洗碗了。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老公和婆婆一家人吃水果聊大天，真当她是自家人。洗完碗回来一看，就剩几片猕猴桃。婆婆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她惊讶，怀孕的大儿媳也来了。刚坐下，小姑子就说二嫂一大早就给我们准备了满桌好吃的。婆婆也跟着夸儿媳妇好。大儿媳一听，这分明是在夸她听的。小姑子尴尬地说自己起晚了，婆婆也不忘补刀说女儿哪会做这些。大姨妈还加了一句伺候婆婆是儿媳的本分。小姑子见气氛微妙，又强调二哥二嫂新婚，这第一次过婆婆生日，自然得是儿媳妇来打理。大儿媳笑了，婆婆一时语塞。其实她头一回来，门一进就遇见这戏码。婆婆担心儿子开得累，直劝她回房歇歇。儿子说他俩轮流来，可婆婆坚持让他休息。儿子本来不愿去，结果妻子一眼神，他知道妻子想去休息，所以杯子一放准备回房。他正要起身，却被婆婆一喊，叫他帮忙做晚饭。他以为自己听差了，儿子正要解释，小姑和小叔突然出现，打了声招呼就要出去。就在两人再次离开时，大家都疑惑地看着他。大伯说儿媳帮忙不应该吗？不然婆婆独忙不是更苦？他话虽多，却没啥效果。小叔和小姑还是走了。他们刚走，她提醒丈夫别忘了咱的约定，随后便转身离去，留下一屋子人目瞪口呆。没想到几年过去，他们还是老样子。不一会儿，小儿媳也到了，俩儿媳打了声招呼，生日宴也就此开始。由于习惯，小儿媳一来就忙着拍，还说她爱发帖子。小姑一看，急忙问账号，准备去关注，以为这是就此翻篇，却震惊了大儿媳，真是没法搭理。服务员这时走了进来，说让他们把车挪，带俩儿子一走。他们又聊起大儿媳顺还是剖，小儿媳听得目瞪口呆，而大儿媳好像没听见，继续吃喝。最后她这么说，我们自己会处理这个问题的，不用大家费心了。这番话一落，现场又是一片死寂。这婆婆也太会做了吧，给儿子盛了一大碗新鲜的米饭。正当儿媳以为轮到自己时，婆婆居然打开了另一个电饭锅，让儿媳去吃昨晚剩下的饭，还强调不可以浪费。儿媳偷瞄了一眼那半锅新饭，啥也没说，甚至还带着笑容坐下开始吃，还特意送了婆婆一张购物券。下一幕更是让她看清了婆婆有多让人难受。看着碗里的食物，儿媳硬是没敢吭声，忍着委屈。饭后，儿媳赶紧拿出买来的甜点，小心翼翼地抹上奶油递给婆婆，结果却被婆婆斥责说是乱花钱。突然间，儿媳宣布自己得出差几天。正当家里争论不休，公公提出让儿子这几天回来住。听到这个建议，婆婆终于笑了。儿媳听着差点没被面包噎到。晚餐过后，婆婆递给儿媳一个礼物，到家一打开，竟然是个围裙，连丈夫都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能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。她本以为丈夫会同情她，第二天就找闺蜜诉苦去了，但这几个闺蜜也没一个过得轻松。穿白衣的闺蜜说她婆婆已经去世，家里没人帮忙看孩子，天天乱七八糟，真是头大。穿紫衣的闺蜜更惨，说婆婆整天让她东忙西忙的，没完没了。慧玲则是安慰道，可能是把你当亲女儿了吧。她们几个只能趁婆婆不在时偷偷的聊。
这时，子怡闺蜜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听那声音，她们都知道肯定是她婆婆打来的。晚上回家，她还是默默地把婆婆送的围裙戴上了，因为感觉到自己和闺蜜们的日子其实差不多，甚至还不比自己好。第二天醒来，本以为今天周末又下雨，可以在家休息一整天，结果丈夫却说今晚要去祭祖。妻子说晚上去不就行了吗？丈夫再次说道，还是早一点去帮忙准备祭品。妻子也答应现在过去。突然丈夫又说朋友家小孩今天办周岁宴，丈夫说我先把你送到妈家，然后我过去打声招呼。妻子一听感觉哪里不对，妻子搂住丈夫的脖子说，我都没见过你家祖先，你不觉得是我在帮你的忙吗？就这样，两人决定一同回去。丈夫也为自己刚说的话道歉。两人协商一致后准备赶往婆婆家，可强势的婆婆会让儿子干活吗？你见过这种家庭吗？男人在打牌喝酒，女人则在厨房忙碌。就在刚刚，男人答应妻子在婆家会帮他干活，结果到了家里后，丈夫就主动要求帮忙，而另一边的大伯也在喊丈夫，让他赶紧过来喝一杯。丈夫此刻陷入两难，婆婆仿佛也知道儿子不过去的原因，便对儿媳说就让他过去吧。至于全家人的威压，儿媳只能让丈夫去那边喝酒。就这样，丈夫陪爸爸和大伯喝酒，她和婆婆在厨房忙碌着。这不做的时间久了，腰都累得受不了，婆婆也看不下去了。就当她以为婆婆会让她休息时，居然是休息会儿再做。这时婆婆又再次挑拨离间，说要是大儿媳在，你就能轻松不少。没想到大伯又补了一句，还说不管什么情况，大儿媳也要过来，怎么能让小儿媳一个人在这辛苦？这也让他对大儿媳产生一丝怨恨。虽然大伯嘴上说着他们辛苦，但并没有要上前帮忙的意思，因为他们觉得男人不该做这种事。大儿媳带着肚子疼得厉害，老公一看就心疼的帮她揉揉腿。大儿媳问老公，真不用去婆家吗？大儿媳还想说点啥，被老公打断了。老公说，现在随时都可能生，我得在这儿。听老公这么说，大儿媳挺开心，可怜的小儿媳就惨了点，一直忙从早忙到下午，活还没完，熬到终于可以祭祖，也意味着今天的活儿算是干完了。回到车里，老公解释，我以前都不用动手，现在忽然干活，我妈肯定以为是你逼的。老公说自己夹在中间也挺难受的。妻子听了真的很生气，我累成这样你还难受？她气冲冲的开车门，自己去了咖啡厅。没过多久，大儿媳打来电话，说有2张音乐会的票要给她。小儿媳以为是大儿媳因为今天没帮忙而感到内疚，大儿媳从话里听出了小儿媳的心思，最后说想看剧的话给我打个电话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通过大儿媳的一番话，小儿媳也释然了，知道不该怪大嫂。那晚她反思了很多，从一开始婆婆给的剩饭剩果，到所有家务都落在她头上，想来想去只感觉自己更加委屈，却没办法解决这些烦心事。辛苦一天的妻子回到家，发现地上桌上都是食物残渣，她对自己说当作没看见，我要直接去睡觉。但一到卧室门口，看到老公睡得像猪一样，她真是气坏了。看着那些乱扔的垃圾，她最后还是屈服了，直到深夜才把碗筷洗干净，然后把明天出差要带的东西收拾好，终于上床准备睡了。可丈夫的鼾声吵得她一夜难眠，结果第二天她起晚了。丈夫一听愣了，妻子责怪吃完饭怎么不收拾，难道在等我帮你吗？丈夫刚要解释，妻子却转身就走。丈夫出来一把拉住她。妻子到了出差地点，忙完工作想和丈夫分享下，想到早晨的争吵，还是算了，就给妈妈打了电话。妈妈告诉她，今天你丈夫来店里帮忙，还带上了同事。听了这话，妻子有点愧疚，于是发了条短信给丈夫，感谢他去店里帮忙。同事过来，她提起丈夫的事，说下次去婆家要表现好，这主意她觉得不错。这时丈夫发来短信，说那天是自己不对。就这样，他们和好如初。第二天出差回家，两人定了规矩，第一次回婆家帮忙，接下来2天家务全包，两边父母家的事一起参与。第二，每月留一个周末，属于夫妻2人的小世界。第三，夫妻吵架得在睡前和好，他们把约定贴在冰箱上。下午决定出去玩，妻子正准备出门，婆婆又打来电话，让她晚上来家吃饭。思玲拒绝了，借口说还在外地，赶不回去。然后两人去约会，恋爱的感觉似乎又回来了。晚上，他们还入住了酒店，老公还特地提前庆祝了她的生日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婆婆在家里也备了满桌子的菜，也是要给她过生日的。小姑子在网上正刷到嫂子的度假图，第二天一早，一回家就听妈妈埋怨昨晚做的菜，说你嫂子出差去了。小姑子觉得哪里不对，昨晚嫂子是和哥哥出去了，边说边翻出了嫂子的动态。妈妈知道后怒了，觉得这儿媳不把自己当家人。思玲也跟老公坦白了，昨天她对婆婆撒了谎，老公觉得妈妈一定懂的。突然婆婆的电话来了，思玲挺害怕的，没想到老公抢过手机，说不用接，没事。回家路上看着婆婆的未接来电，她内疚极了，决定回个电话给婆婆。一上来就说开会没接到电话，婆婆直接揭穿了她的谎言，气呼呼挂了电话。思玲慌成一团，俩人带着愧疚回家了，希望婆婆能原谅。老公越解释越乱，搞得婆婆越气。看着婆婆那么气，思玲吓得哆哆嗦嗦。孙女百日宴那天，婆婆看到儿子哄孩子，儿媳就在那吃饭，
她气得不轻，婆婆脸色立刻难看了。这时大姨妈问什么时候要二胎，话一出，激怒了看重男轻女的公公。大儿媳听着，不想争辩，就带着孩子出去了。大儿媳一走，婆婆把火气转向小儿媳，问什么时候能抱孙子。小儿媳被问的一愣，大姨妈还在旁边说：“你们都30多了，是时候该生了。”小儿媳被说的无言以对。老公看妻子难堪，急忙说：“我们会努力，尽快给您添个孙儿。”婆婆才罢休，小儿媳忍不住跑去向大嫂请教，还夸大嫂真能干，才3个月，宝宝就要去上班了。大嫂说其实挺期待工作的，可以和聊得来的人交流，上洗手间也不必那么急迫。而大嫂的潜台词是不想让孩子成为限制自己的存在。这一刻，小儿媳对大嫂充满敬意。宴会落幕，全家合影留念。小儿媳还把照片传到网上晒生活。刚发不久，小姑就在下面留言，还说好久不见你发动态了，以后要常发哦。看到小姑的留言，让她有点哭笑不得，觉得自己生活被家人围绕，连朋友圈都不自由。于是她悄悄弄了个小号，甚至吐槽今天的饭局不欢而散。刚发没多久就收到朋友回复，小儿媳感觉找回了自我。正自得意时，看到窗外的月圆，突然想到中秋将至，又要面对难题了。儿媳惊奇地发现婆家竟有男女分坐的规定。就在刚才，小两口来婆家庆中秋，儿媳被指派下厨，老公正想帮忙，被婆婆撞见。儿子虽说会做，婆婆还是把活抢过。儿子走开，婆婆说这不男人的活。婆婆端走东西，慧玲心里委屈，难道老公帮忙也不行？婆婆自己也不轻松。这时丈夫弟弟过来说，嫂子辛苦了，做这么多好吃的。她对丈夫的行为只能叹气表示无奈。马上就到吃饭时间了，思玲一出来就看到男女分桌吃饭，这一幕不就是儿时电视里的场景吗？居然在21世纪的婆家还能见到这种传统。婆婆说桌子小，咱们就将就点吧。看到隔着半米的老公，思玲心里五味杂陈。不一会儿，大伯的孙子站起来盛饭。思玲端饭的时候，他们正说大儿媳生完孩子就工作，真辛苦，男女平等，这4个字真是讽刺。思玲答应妈妈，忙完这边就去陪她过中秋。可是一直等，女儿女婿就是没回来。婆婆自己随便吃了点，思玲这边也吃完了，老公也帮忙收拾。正当两人洗碗，婆婆看到了，大声叫儿子快出来，说着就要把儿子从厨房拉出来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女儿女婿回来了，打了招呼。婆婆急忙问女婿饿了没，婆婆二话没说，径直去了厨房。这时候女婿来了，不是叫女儿帮忙，而是让她去伺候女婿。看着男人们看电视，婆婆和女儿亲密无间。思玲觉得自己多余，连老公都当她透明。老公看妻子差不多忙完，对妈妈说他们要先去岳母家。听婆婆这么一说，慧玲的心情跌到谷底。虽然最后还是去了妈妈家，但出门前婆婆的话让思玲很难过。晚上回到家，思玲累得直接倒床上。这时候婆婆又打电话来，说回家吃晚餐，跟女婿好好聊聊。老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来卧室跟思玲说咱们被叫回去吃晚饭了。思玲问那是不是小姑子做的饭？老公听了情绪一下子来了，没说什么，转身就走了。丈夫摔门声音一响，思玲在床上委屈的哭了，只是抱怨了一句不想去婆家。老公一听气得不行，做个饭会累死人吗？他一个人开车就去了，想着妻子的话，想着妈妈一辈子付出，没人心疼他，连自己爸都是这样。他不知道累坏了的妻子连饭都没吃，还发起烧来了。思玲还想着婆婆的刻薄话，甚至想到了离婚。她播放结婚的录像，发现当初的自己多快乐，以为婚后会更幸福，可现在看看，回婆家非得自己做饭，曾爱干净的老公现在随处乱扔，家里乱得跟什么似的。另一边，老公回了娘家，刚好看到小舅子也在。小舅子问嫂子怎么没来，他才知道妹妹也不爱去婆家。出门碰上妹妹，问他怎么不去公婆家，还说你这一回来肯定得叫我去他家，以后别来了。老公似乎懂了妻子的心思。这时候公婆知道儿媳不想来，正好到吃晚饭时间，婆婆也不想做饭，提议点个外卖将就下。结果老公不乐意，家里那么多菜，点什么外卖？说完他也躺下了，还说如果觉得做饭太繁琐，就随便炒个菜配饭得了。丈夫懒洋洋的躺着，婆婆埋怨说他忙了一整天，你怎么不主动提出外面吃呢？一边说一边生气的穿衣出门。老爷子看没人做饭，就打电话叫女儿回来。没多久，男人回到家，爸爸告诉他，你妈因为不想做饭，生气跑出去了。男人说大节日的都累坏了，点个外卖也不是坏事。没想到老爸接着说，如果大儿媳回来就能吃上饭。男人马上想起，说完就去找妈。结果路上看见妹妹和小舅子吵架，小舅子想带妹回家，妹妹说中午已经去过了，不想那么累。男人想起白天妻子确实忙了一整天，晚上累得直接躺床上，看着小舅子不就是照镜子吗？感觉自己没立场评判，转身就走了。没想到俩人吵得更凶，甚至说明天离婚。这一幕正好被丈母娘看到，她简直不敢相信，一直文质彬彬的女婿竟然是家暴男人。想起女儿结婚时，怕被婆婆责怪不会做家务，所以每周都来帮忙打扫。今天听说婆婆要女儿买泡菜，二话不说她就去市场买了一堆白菜通宵做泡菜。女儿过来帮忙，说买几颗就行，
别麻烦了。妈妈说反正她也闲着。俩人一晚上没睡，终于做好了泡菜。女儿给老公打电话，说一起回婆家。老公说中午有事去不了，挂了电话，还埋怨老公不靠谱。分别时，女儿还塞给妈妈一叠钱，说这是买菜的钱。到了婆家，婆婆乐得不得了，还问她哪儿买的，挡住了婆婆这一招，却没挡住暴躁的老公。二话没说，带女儿走人。回家后，女儿跟妈妈全盘托出，老公投资亏了，连婚房都抵押了，现在住在租来的房子里。老公性格也变了，成天就知道在家打游戏，他只要吭一声，他就火冒三丈，以为忍忍就过去了，谁知道他的忍让让老公得寸进尺。听着女儿的诉说，妈妈心疼的紧抱着女儿。门外的爸爸听着母女对话，陷入了沉思。到了晚上，看着女儿照片，回想女儿的话，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对小媳妇还算不错吧，不就是洗个碗，帮忙做饭吗？这些不都是女人的活吗？可心虚的他最后还是给小媳妇发了信息。看着这信息，小媳妇心里一点都不是滋味。这时老公也从娘家回来，发现妻子不在房间，突然注意到电视上没关的婚礼视频。看着那一幕，老公觉得对不住妻子，想到婚后妻子像保姆似的照顾他们全家，有时候自己还那么对他，不禁泪水滑落。没多久，两人坐在咖啡店，老公先是承认了错误，妻子说这是他头一遭看到男女分桌吃饭的家，这下老公哑口无言。接着妻子把所有委屈都吐露出来，包括婆婆让他提前1周回家过节，这要求真是荒谬。听到这话，妻子对他彻底失望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又分开了。受够了婆婆压迫的儿媳终于开始反击了。她先去公司请了假，然后趁老公不在，拿起行李独自一人去旅行了。老公回家，只见桌上那封信，才知道妻子悄悄离开，四处找他可能去的地方，但都不见他的踪影。接着他去了妻子的公司，却听同事说妻子多么可怜，加班出差不说，休息还得忙婆家。老公听后陷入沉思。那晚回家，他独自喝起了闷酒，想到这些，他深感愧疚。第二天电话铃声把他吵醒，妈妈问儿媳电话为何关机，不想妈担心，他撒谎说妻子在睡觉。起来喝水时，瞥见冰箱上的承诺，那么多条，一条都没做到，难怪妻子选择离开。回头一看，家里没有妻子的影子，房间乱得不成样子。这一刻，他决心从整理家开始改变，等妻子回来。然后他又不出小区，想起妻子曾说希望能回娘家过节，他决心要解决这事。走到父母家，说下次节日先去我娘家过一天，第二天再回我们家。爸爸反问这合适吗？大节日的忙碌，儿媳不再帮忙，只有儿子自己回来。母亲也开始发气，原以为是儿媳提的，但儿子说这是他的主意，显然爸爸不赞同这观念。爸爸回房后，妈妈对儿子说既然你们决定了，我再跟你爸好好谈谈。临走妈妈又说只要你们兄妹幸福，我们父母都无所谓。说完就转身走了。他家在中间感到挺难受。第二天思玲来到首尔度假村，忽然发现2杯喜欢的咖啡，她环顾四周，看到熟悉的背影，就跟了上去，发现是丈夫在车里。妻子问丈夫怎知他在这，妻子才知丈夫记得这些。丈夫说他错了，说他来这里看到的是闵思玲，不是别人的妻子，也不是武家儿媳，就是没身份的闵思玲，不属于任何人的闵思玲才是真你。说你嫁给我后就变了。这次丈夫没强求妻子回家，回家后丈夫又发短信，妻子这次有点感动，正是这些理所当然变成了束缚她的锁。这次她要改变。不久后思玲重获自我，连卷发也拉直了，收到米兰国际家具展邀请，是她梦寐以求的，时间就在下周。突然又来自婆婆的短信，叫她下班来拿咸菜。婆婆生日那天，大儿媳没带孙子过来，婆婆问孩子去哪了，大儿媳说孩子感冒，所以没从托儿所带来。大姨妈也说孩子让别人养不好，让所有人都没话说了。见大儿媳没占到便宜，就开始针对小儿媳。老公赶紧解释是她和妹妹准备的。这下大姨妈觉得找到把柄了，问小儿媳跑哪去了。小儿媳说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但大姨妈显然不想放过她。正当大姨妈要说话，婆婆讽刺地说她工作忙很正常。公公受不了了，忙不迭地缓和气氛，催大家快吃饭，但大家都在吃，婆婆只是喝了口水。大姨妈马上明白了，大儿媳正要解释，小儿媳老公却说能有2个儿媳很不错了，是我们兄弟没尽到孝道。大哥也同意。小姑子说是第一次给妈煮海带汤，听孩子们都这么说，她也不好再难为小儿媳，还假装责备大姨妈说这些干嘛。小儿媳总算躲过一劫，然后她去洗手间透透气。大儿媳知道她难受，就去安慰说，问她是不是不太舒服，心里烦。小儿媳听着有点明白了，看着大嫂走了，羡慕她的洒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思玲被婆婆电话吵醒，说晚上过来一趟，犹豫了下，还是答应了婆婆。老公问她晚上不是要加班吗？为何不直说？晚上很快到了，老公和长辈们吃着水果，她在厨房忙，洗完碗回到客厅，以为像上次要吃剩水果，看到那小盘新水果，儿媳差点不敢相信，就说声谢谢，拿起猕猴桃吃起来。婆婆看着笑开了花，感觉儿媳可能怀孕了，并且还是男孩，不然怎么喜欢吃酸的呢？儿媳被婆婆看得都不好意思了，就好奇问婆婆怎么了。
婆婆乐呵呵的，更开心了。儿子问：“今晚叫我们过来啥事啊？”婆婆直截了当的说是前2天做了个梦。小儿媳马上就明白了。公公也兴奋的问小俩口：“那我们是不是要当爷爷奶奶了？”小儿媳差点吓坏了。儿子赶紧解释：“没那回事。”婆婆说：“你们结婚1年了，怎么还不动静？早点生孩子对身体好。想要孩子想疯了的人大把的，你们得抓紧啊，早生早好。”小儿媳忙不迭点头：“知道了知道了。”吃完晚饭，婆婆拿出1大包面包，还说这都是好贵的那种。结果思玲一看生产日期，一句话不说就把过期面包塞回去了。思玲心里苦，可又说不出来。妈妈看儿子请假带孩子，生气的味儿袭人呢。儿子正犹豫着该咋说，孩子的哭声打断了他们。第2天，小俩口又得知月嫂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2个人都得上班，孩子没人看，丈夫就提议让妈妈帮忙带。丈夫问：“那咋办呢？总不能一起带去上班吧？”最后还是决定把孩子送到婆婆那儿。婆婆说：“早就让你们送过来了，之前看你们那副不情愿的样子。”儿子说：“不就怕您太辛苦吗？”儿媳说：“带孩子费用还有其他开销，我们会补给您的。”婆婆说：“都是家里人，别那么见外，带孩子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事。”上班路上，儿媳还是担心婆婆照顾不过来。下班一回到家，还没喘口气呢，婆婆就催着生2胎，都不小了，得抓紧。儿媳笑着说：“2胎咱还没打算呢，而且现在一个宝贝都让咱们操心了，2个咱真是养不起。”儿媳听闻却哑口无言。孩子醒来之后，她急忙带着宝贝离开了。婆婆提醒说晚上凉，小心孩子着凉感冒。出门后，儿媳舒了口气，顺手把帽子摘了。回家之后，夫妻俩商量着，觉得婆婆带娃方式不太一样，建议孩子去隔壁幼儿园，说那边会更有条理的照看。但老公不太赞同，把不会说话的孩子整天放幼儿园，说着就走开了。第2天夜里，儿媳去接孩子时，吃惊的看到桌子上的猕猴桃和葡萄，便问孩子吃猕猴桃了没。婆婆说宝宝啥都吃，这样才不容易生病。听婆婆这么说，儿媳面露不悦。临走前，婆婆叮嘱今晚别给孩子洗澡了，中午已经带他洗得干净了。儿媳对婆婆的带孩子方法更反感了。这回轮到老公去接孩子，发现爸爸带着孩子回来，还买了糖给他。老公终于懂了媳妇为啥不让婆婆带孩子，到底是因为啥呢？大儿媳宁可辞职，也不让婆婆带孩子。孩子在园里受伤了，换月嫂还得等1周，孩子这几天谁看呢？老公提议让婆婆来带几天，可老婆还是不太乐意。婆婆一听孩子在园受伤，就批评了他们一通，让他们明天把孩子送来。没想到儿子说孩子在他姥姥那了，婆婆一气之下挂了电话。小姑子听不下去了，还是那嘟妈妈的点子，大姐绝对不信你能带好。婆婆心里想小媳妇要是也当妈就好了，谁知小媳妇正蹲在厕所里测是不是真的有了，因为吃饭的时候老想吐，医生说你这应该是怀上了，奶茶都不喝就冲厕所去测了，结果验孕棒显示她真的怀孕了。下班的路上，她觉得不可能啊，每次跟老公亲热都有防护的，于是手机一查验孕棒准不准，发现不是100%，就跑到家门口药店，又买了好几种验孕棒。晚上老公回家，一推厕所门，见到老婆愁眉苦脸坐在那，一旁还放着各种验孕棒。老公满脸问号，她真的有了。俩人快去医院确认，医生说怀孕5周了。老公兴奋的不得了，可老婆还猛着呢。回家老公就把 B 超图贴冰箱，还说妈妈知道肯定开心死。老婆觉得面说比较靠谱，老公一想也是，能看到妈妈惊喜的样子，突然想起那天妈妈说做胎梦了，原来是真的呀。老婆说她前几天也做梦了，梦里我们一起沙滩走，你给我一块紫色石头。老公问难不成浴室是丫头，赶紧手机查去。可思玲心里难受，因为公婆一直盼孙子。第2天上班，站一路她挺累的，可旁边孕妇坐她不好意思，慢慢挪步到座前，正要坐，又挤上一拨人，一个大妈把她挤开自己坐下了。就这么着，不想让人知道的她只能站着。一到客户那边，被通知得陪客户吃个饭，她只好点头同意。等到吃饭时候，客户问她能不能陪酒，客户听了觉得挺遗憾，今儿只能吃饭不商量生意了。就在觉得棘手时，幸亏同事赶到帮忙解围。不会喝酒的她躲旁边，看着同事为事业拼搏，她心里想是不是得放弃孩子。婆婆知道她怀上了，偷偷往她饭里加黄豆，解释说黄豆叶酸多对宝宝好。儿媳说她不爱吃黄豆，旁边丈夫自顾自的吃。就这么不敢反抗婆婆的她只好将就着吃。公公一笑，儿媳愣住。婆婆又说一个孩子太单调，至少得生俩。丈夫终于说话反驳，还没生头胎就想着第2个。儿媳问丈夫，那我工作怎么办吗？婆婆说辞职呗，女人工资也不高，在家带娃照顾老公就行。儿媳不敢吭声，还好公公出来圆场，她总算是躲过一劫。刚到家，丈夫又让她喝鲫鱼汤，说爸特地钓的鱼，妈熬了好几小时，说着就给她倒了满满一大杯，刺鼻味道让她后退，然后递给老婆。老婆最后还是接过鲫鱼汤，捏笔准备喝了。这刻她想的事情多，婆婆的强势，妈宝男老公，看重男轻女的公公。说完就转身走了，让老公在后头喊，她不回头就走了。她走出来后看到一家咖啡店，没多想，直接就迈步进入了店内。杯子刚端起，咖啡还没来得及品尝，
突然，老公电话打来，问她在什么地方。电话铃声才响起，她就急忙挂断了，轻轻拿起杯子，深深吸了一下咖啡香，却又犹豫地把杯子放回了桌上，无奈地转头看着旁边的果汁柜台。思前想后，她终于决定听老公的建议，挑了一瓶无添加的果汁。隔天又是她赶地铁上班的早晨，她本想要快跑几步，但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任，小心翼翼地慢了下来。踏上地铁，她感到腰酸背痛，但因为她的肚子小，别人并没看出她是孕妇。忽然，她看到旁边小伙子的食物，那东西的气味让她禁不住想要呕吐，这让她感到太难受了。没等到自己要下的站点，她只得提前下车去吐了。与此同时，婆婆正在和大儿媳通着电话，讲着孩子今天的种种。大儿媳那边忙个不停，说她在忙一个大合同，挂了电话说一会儿回拨。婆婆看着电话突然就断了，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啊。公公一听这边的动静，急忙找话题，提起小儿媳前阵子孕吐吃不下饭。婆婆一听就急了，立刻打电话给儿子。儿子接电话说他妻子连肉都吃不下，一闻烤肉味就难受。婆婆半是惊讶半是抱怨，这么娇气，我当年怀你还天天干活呢，结果晚上儿子自己一个人来了，吃的那叫一个香啊。婆婆看在眼里，心里全是心疼，总觉得她在家里可能吃不饱。不一会，婆婆又给小儿媳打了电话，先是随便聊聊问个好，然后就提到儿子瘦了，叮嘱小儿媳要让他吃好。思玲接了电话，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不是单纯的关心，这是在说她，意思是她没能好好照顾丈夫。谁说女人非得在家不工作，男人就不能在家照顾孩子？因为儿媳对婆婆的育儿方式有意见，就跟丈夫说要辞职亲自带娃。丈夫问她工作让你开心吗？然后说继续你的工作吧，我来照顾我们的宝宝。儿媳心里早有预感，事情会这样发展。公公抱怨说，我以前那么辛苦供你读书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将来找个好工作吗？怎么可以因为孩子就辞职？儿子怎么解释？公公都坚持反对他们的决定。看着公公背影远去，婆婆追问儿媳，我做的不好在哪里？或者我带孩子有什么让你不满的地方？怎么能让好好工作的？你的丈夫辞职来带孩子呢？但婆婆始终无法理解他们的选择。丈夫握着妻子的手说，我们是一起的，都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才做出的选择。虽然父母没能理解，但他们仍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生活就这样继续。丈夫每天推着娃去超市，回家的路上偶尔还能和下班的妻子不期而遇。找对人，幸福就能加倍。时间飞逝，几个月后，公婆也逐渐接受了大儿媳的选择。小姑子和丈夫和平分手了，而小儿媳则在准备待产，准备去医院生宝宝。